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女友说订单滞销，资金断裂，要求我只身带着产品去外地洽谈合作。可我刚签下订单就被告知已被开除。我是公司2把手总经理，女友是董事长，怎么可能被裁？我刚想质问女友，老伙计却告知我，公司里新来了个海归博士，长得帅气又会哄人，正和女友打得火热，手上单子还没跟完，我根本离不开身，只能饮下心中不满，快速联系代理商处理存货进行分销。因为心里急切，我只花了一半的时间就把货处理完，自己还买了一件，开了正式发票。代理商能赚钱，当然高兴得很。我和他加了一下联系方式，完成代理合同后，以最快的速度做完了全套培训。刚走到公司门口，保安直接把我拦了下来，不好意思，非本公司人员禁止入内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保安，要知道几天前他还在谄媚地给我递烟，现在居然公然把我拦在门外。我沉下脸看着他，目前裁员流程还没走完，我还是公司的总经理，你没有资格把我拦在门外。这句话刚说完，一声嗤笑传入耳中，我转头看去，是一个陌生的男人。这小子虽然长相不错，却莫名有一丝脂粉气，活像会所里的鸭。林总，辞退信明明昨天已经发给你了啊，怎么还死赖着不走呢？他洋洋得意地晃了一下胸前的总经理牌子，炫耀着自己的职位。我不由得眉心一拧，公司是我和女友8年前一起建立的，当时我们说好自己当领导层，不让外人做决策。正因为爱他，即使我出力更多，也甘愿把董事长之位拱手相让，甘愿当他幕后的男人。可他现在一句话都没说，莫名其妙地把我开除，还把总经理的位置交给一个刚进公司的小白脸，他到底什么意思？保安啧啧2声，小林呐，被开除了就老实点走吧，别等着我赶人，吃了这么多年软饭也该独立了。一个大男人还靠着女人吃饭，真是不要脸。我双手死死紧握成拳，让徐静下来和我说，我来了。女友徐静突然出声，我这才发现她刚刚居然一直站在角落里，所以刚刚保安对我的羞辱，包括新来的总经理对我的羞辱，都是他默许的。我不是傻子，已经能猜到徐静卸磨杀驴的心思，可我还是不甘心。徐静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女友徐静眉心拧起，故作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你还不明白吗？程轩是海归博士，比你更适合当总经理。你在公司的这几年，公司一直止步不前，甚至这半年还亏损许多，你让我怎么顶着压力留下你？开除你也是无奈之选。你要是不甘心，我可以给你留个职位，但你只能从基层文员做起。他这话听似仁至义尽，却处处陷阱。首先，公司这几年发展一直止步不前，全都是徐静的个人原因。我给过他无数次方案，可他为了证明自己，总要和我反其道而行之，这也是导致公司这半年不盈反亏的根本原因。看着他身上昂贵的高定裙子，我讥讽一笑，因为我止步不前。你确定？要不是我这次把积压的货物全部清理出去，徐静现在还能穿得起这么贵的裙子吗？只怕裤衩都要赔光。徐静脸上恼怒一闪而过，咬牙道，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我也不必念旧情，留着你了。你被开除了，立马给我滚！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凭什么？徐静挑衅勾唇，就凭你没有股份，
我才是公司的唯一大股东，我让你滚，你立马就得给我滚蛋。他现在是连装也不装一下，这副嚣张面孔和8年前向我求爱的小白花模样截然不同，就像是换了一个人。我点了点头，你说的对，我没有股份，但你有没有考虑过开除我的后果？程轩不屑道，开除你一个软饭男还能有什么后果？徐静，这就是你招来的海归博士，难道他不知道开除一个总经理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吗？商界开除骨干人员需要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，客户流失不说，首先辞退补偿就是一个大头。我年薪100万，工作年限高达8年，想开除我，赔偿金起码是100万级别。但我很清楚，公司现在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。徐静也意识到这一点，脸色骤然一变。我也早就看出来，徐静根本不想好聚好散。那我还有什么可留情面的？想开除我，首先赔偿金就得按照规矩来。我留在公司的私人物品我也必须拿走。我会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，我不是好惹的。人精一样的 HR 闻讯赶来，乘着笑脸上前。哎呀，林总，咱们徐董和您也是有多年感情，您何必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？来，咱们上楼聊。程轩在一旁靠在徐静的耳边说了什么，徐静的表情瞬间变好，似乎是为了挑衅。进电梯时，程轩一直往徐静的身上靠，两人看起来十分亲密。HR 的表情已经有些尴尬，但我却毫不在意。直到现在为止，徐静始终没有和我说过一句分手。他这种行为就是出轨，该羞愧的人是他，不是我。徐静冷着脸看向我，你不就是想要钱？开除补偿你自己和人事谈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又冷冷地接了一句，我们分手吧。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全心全意帮我，明知道公司资金流不宽裕，还狮子大开口，是我看错你了。若换了之前，我听见徐静这样说，只恨不得刨开自己的心，让他看看真假。现在我却只想笑，这种低级的破话术，我不吃这套。你都敢让小白脸顶掉我的职位了，我还要念什么旧情？我眼中的讥讽几乎快溢出眼眶。徐静也有些心虚的移开眼，我和程轩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我开除你只是因为你个人能力不足，你觉得我会信吗？徐静恼怒地瞪了我一眼，你爱信不信，反正我是不可能继续留你在公司了。一直站在旁边的人士立马出声，哎呀，咱们不是谈辞退补偿，先别聊其他的，咱们去会议室坐一下。人事是只老狐狸，一向站在徐静那边，我对他根本不抱什么期待。果不其然，一进门他就故作为难地开口，林总，你也知道公司现在举步维艰，根本拿不出巨额赔偿金，要是拿出这么多钱，只怕公司都要宣告破产了。公司也有您的心血，你也不想看着公司走下坡路吧？我直接往椅子上一靠，绿帽子就差直接戴头上，我都要被开除了，你还要求我为公司考虑？你不觉得自己说的话很可笑吗？人事叹了一口气，话也不是这么说，我也算是公司里的老员工，你和徐董的事我不好说，但你总逼着他去谈合作，还老和他对着干，他和你分手其实早有苗头。什么绿帽子，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，原来无语到一定程度真的会被气笑。我直接抬手为他鼓掌，我逼着他去谈合作，公司经营那么多年，他总共就谈过2、3个项目，还是我喝的胃出血实在不行他才上的。至于和他对着干这件事，你自己没眼睛吗？
这2年徐静一意孤行，公司亏损了好几个亿，要不然怎么可能现在连100来万都拿不出来？人事被对得哑口无言，苦笑着问：算了，咱们还是聊回正题。您现在什么的诉求是什么呢？我呵呵一笑，我的诉求就是按照工作年限和月工资流水给我补偿130万，一分都不能少。砰的一声，门被直接推开，徐静怒气冲冲地指着我：林不凡，你居然敢狮子大开口！我冷笑，本就该补偿给我的，怎么能叫狮子大开口？曾经相爱过的女人，现在恨不得将我撕碎。公司今年只盈利50万，你开口就是130万，不是狮子大开口是什么？我没兴趣和他们扯，我管你们盈利多少，反正把该给的都给我，否则就走仲裁。做不到好聚好散，那就把之前吞的钱都吐出来。毕竟咱们身为国家公民，有义务缴税。徐静的脸彻底一沉：你威胁我？我呵呵一笑：怎么叫威胁呢？我这是解决问题。程轩轻笑一声，拿出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。据我所知，你给公司提告的银行卡每个月只有2000的流水，按照月工资流水来算，最多给你18000。你哪来的胆子张口要130万？我点了点头，原来他们的底气在这儿。当初公司刚盈利，我冲着以结婚为目的和徐静交往，根本就不在乎钱打到谁的卡里，所以他让财务每个月把我的工资都往他的卡里打，每个月只给我发2000的零用。我只觉得未来老婆管账很正常，我也愿意给她安全感，却不料徐静现在把这些当作拿捏我的手段，但我根本不怕，那就走仲裁，我有的是证据和手段。程轩笑了：你要是识趣，就拿着补偿滚蛋，别妄想不属于你的东西，放狠话可没有用。咱们公司打款的流水可都在这儿。徐静也胜券在握的模样，还得是高材生，要不是你提醒，这次只怕又要被坑。程轩把一叠打款流水摔在我的眼前：你直接去告，顶破天也就1-2万。他们一唱一和，完全没把我放在眼里。除去心痛，我更多的是觉得从未认识过徐静，他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可怕？难道从他第一次让财务把我的工资打到他的卡里开始，就已经在算计我了吗？他们底气十足，我也不虚，把属于自己的个人物品收好，直接整理手中资料。当了这么多年总经理，我也不是吃素的，就算有银行流水，财务为了资金不混乱，也会把我的工资明细全都写清楚。徐静不信任外人，所以以前都会由我亲自过目后交给他审核。现在我把这些工资明细全都打印出来，加上程轩给我的银行流水，要求返还拖欠的工资，并且我还向税务局举报公司偷税漏税。徐静不让我好过，我也绝不会让他得了便宜。合理避税是没被抓住尾巴的情况下才合法。若我提供材料举报，徐静必须把以前吞的钱全部吐出来。我相信税务局马上联系了徐静，因为徐静正在疯狂地给我打电话，大有不接就打到接的趋势。我心中冷笑，直接挂断。徐静气急，一连发来几条狠话：你举报我偷税漏税，你真的要把事情做绝？你以为我没后招吗？你给我等着！他口中的后招，我十分好奇。直到开庭当天，我也没见着。直到我的律师把证据和录音都放在庭上，程轩才不慌不忙地说：我们要提起反诉，
我们开除他都是因为个人原因。林不凡上个月签出去的最后一笔订单，因为培训不到位，代理商已经全部退货。接着，他们提供了退货证明和货款来往证明。徐静也一脸为难道：“实在是林不凡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巨大，所以我们不得不把他开除。我顾念他多年付出，也没要求他赔偿公司，已经很人道了。”法官当场傻眼，就连我的律师也已经愣住，因为个人原因给公司造成严重损失，的确会被无偿开除。我呵呵一笑，不慌不忙地抬起手机开始录像。你们确定因为我没有培训到位，造成货物全部被退吗？徐静脖子一梗，当然。法官立马喝止，法庭不允许录像。但我没有理会，反而是大声质问。我就问一句，在这么神圣的地方，对方公然制造假证据，是不是应该要记录？造假证可是要坐牢的。徐静脸上慌乱一闪而过，却又立马镇定。我笑着拿出了自己购买的那件货，并提供了发票。你们说全部的货都退了，那我手上这个是什么？程轩一愣，这是什么？发票和货物被拿到法官面前，一切都已明了。徐静请来的律师也已经傻了眼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能说下次开庭会重新整理资料。法官宣布休庭，逼着徐静把该给的钱都给我。本以为徐静会继续死磕，却不料他居然干脆地把钱打到我的账上。程轩一改庭上的谦卑姿态，嚣张地把卡甩在我的身上。这些钱就当是丢给要饭的，以后别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徐静也一脸仇视，你还真是处处留招，说什么爱我，全都是假话。听见他说这番话，我实在想笑。公司我让给他了，就连我所有的钱也交给了他。跑业务的苦活我也一人包揽，他爱吃青团，我可以当天乘坐飞机去为他买，也可以因为他一句喜欢，连排3个日夜购买包包。如果这都不算爱，那什么是呢？程轩的花言巧语吗？还是程轩年轻帅气的皮囊呢？我被开除的消息很快就被徐静宣扬了出去。所有人都觉得我是被赶出公司的落水狗，却不知道离了徐静，我依旧是我，徐静却不一定还是那个徐董。我拿着打官司拿回来的钱，直接投入先前看好的企业。这家企业前2年发展不错，却因为领导人的错误方针，导致濒临破产。但只要及时收购，更改经营方向，一定会有收获。我之前提醒徐静，让他尽快入手，可徐静不听。既然如此，那我自己来，也省去其他人指手画脚的可能。我早年也给国外的企业投了一大笔钱，恰好这个企业领导人要来国内，他好几次都想约我吃饭，可我最近被徐静绊住脚，现在才有时间答复他。根据地址来到5星级豪华会所，才到门口就撞见穿戴整齐的徐静和程轩，他们上下打量着我，突然发出一声嗤笑。徐静更是走到我的身前，这可是5星级酒店，你吃得起吗？程轩立马接话，静姐，您看他身上穿的破 T 恤，就是一个屌丝，吃得起就怪了。徐静掩住鼻子，一脸嫌弃，你要是省省，拿着我给你的钱，也能苟活一世，要是想冲大款，只怕半个月都活不下去。总裁专属电梯打开，我理都没理他们，直接走了上去。程轩一把将我拉住，这可是豪氏总裁的专属电梯，你也配？一声朗笑传入耳中，他不配谁配？徐静惊呼出声，郝总，你认识他？
郝世凯急忙走到我的身前，怠慢了，贵客这边请。程轩已经吓傻了眼，但还是壮着胆子问：郝总，咱们今天不是要谈投资的事吗？您还请了其他人？他的眼神落在我身上，有些不可置信。郝世凯胡子一吹：这是我的贵人，你们刚刚说他不配上这个电梯是吧？徐静立马谄媚上前：误会误会，我们这也是怕别人占了您的电梯，怕耽误您的事，怎么会瞧不起您的贵客呢？程轩也点头哈腰地看着郝世凯：对啊，郝总，您可千万别误会，咱们还是先上去谈合作吧，别聊其他不重要的事。郝世凯直接脸色一沉：什么不重要的事？难不成你对我的客人有什么不满？他看出程轩针对我，立马给我找场子。这段时间被背叛了好几次，突然被人维护，我感觉心里有些暖暖的。程轩被吓得不敢说话，徐静心疼地护在他身前。他年纪小不懂事，说错了话，一会我让他自罚3杯。郝总大人有大量，别太在意。郝世凯却不吃这套，从刚刚电梯门开到现在为止，你带来的这个毛头小子已经冒犯了我的贵客好几次，这不是我在不在意的问题，是贵客在不在意。程轩气得浑身发抖，却还是没忘记正事，转过身郑重地朝我鞠躬：对不起林先生，刚刚是我冒犯您了，还请您大人有大量，原谅我的冒犯。即使被这么羞辱，也不舍得离开，事情还真是有趣。我点了点头，接受道歉，继续和郝世凯寒暄。事到如今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怪不得徐静会那么干净利落的把钱给我，原来是盯上国外回来的郝世凯，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。10年前，郝世凯还只是个刚出大学的毛小子，我那时也刚拿到家里给的创业资金，看出他有前途，就直接投了一笔钱。这笔钱在现在直接翻倍成了几百亿。郝世凯对我十分感激，还说没有我就没有他的现在。好几次邀请我去国外创业，可我那时为了徐静一直没有答应，所以一直在国外搞投资的郝世凯对国内萌生了兴趣，十分好奇我为什么一直不舍得出国。我那时和他提了一嘴公司，估计就是那时他记下了徐静的名字，一回国选择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徐静。郝世凯还不知道我们之间发生的事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：你穿的还真是随意，不把我当外人。我看着他笑道：你不也就穿一件夹克，还说我？郝世凯哈哈一笑：都是靠自己摸爬滚打起来的，我不爱那些繁文缛节，也不习惯穿西装打领带，咱们自己人谈事，随意一点没什么。一旁正装出席的两人略显尴尬，却还是在陪着笑脸。突然，郝世凯指着徐静道：这就是花曼集团的董事长，你之前不是说女朋友在花万当领导吗？你应该和徐董也很熟吧？程轩站在徐静的身旁，已经羞愧地低下了头。徐静也有些眼神躲闪，我却风轻云淡地说：不熟。对了，你今天不是喊我帮你参考一下方案吗？先去聊正事吧。徐静不是说我影响了他的决策吗？他不是说程轩是海归硕士吗？既然如此，那我倒是要看看离了我，他们能交出什么好东西。席间，徐静为了展示自己，好几次想谈合作，可郝世凯却没想法，一心想与我寒暄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郝世凯因为刚才的事已经不太想和他们合作，可程轩却不这样以为，他认为是我挑拨了郝世凯，于是突然大声道：郝总，今天不是谈合作的吗？这是方案，你先看看。
徐静的脸色有些难看，显然是被程轩的骚操作弄得有些无语。我也是直接笑出了声。郝世凯几次重申我是他的贵客，可程轩却明目张胆的几次讽刺冒犯我，这不就相当于在太岁头上动土？徐静一向高傲，还不是要陪着笑脸，不敢主动提合作，偏偏这个程轩居然敢顶风作案。郝世凯收起笑脸，一脸严肃地看向程轩：合作？那你先说说方案吧。徐静眉心一跳，感觉有些不妙，但还是在想，指不定这是一个机会，于是又开口帮程轩说话：郝总，程轩虽然年纪小，但见识多，而且凑巧和您是一所大学的，还是一个专业，你们都在国外生活过，应该在合作上会有许多共同点。我心底暗笑，却什么都没说。郝世凯一听同一所学校，神色变得有些改善。先说说方案吧。程轩眼底暗爽，立马开始夸夸其谈，全然没注意郝世凯的脸色越来越黑，就连徐静的脸色也沉了下去。他口口声声海归硕士，好几个专有名词都说错了，还假装熟稔地提起大学的事情，想和郝世凯找到共同话题。可郝世凯就读的那个专业，每年就招收2个学生，每一个我基本都见过，唯独不知道有他这么个人。郝世凯没等他把话说完，直接扔下筷子。如果这就是花万的水平，那我们的合作就此作罢。郝总，等等，你稍等啊！徐静立马站起来，可郝世凯已经拉开门走了出去。程轩傻了眼，不明白怎么回事，只能转而仇视地看向我：是不是你和郝总说了什么？郝世凯一听这话，脸色更黑。其实郝世凯是给过花万机会的，如果程轩做的方案不错，说的也有道理，郝世凯不会放着赚钱的机会不要。我就算和他们有仇，也不会要求郝世凯对他们使绊子。只可惜某些人注定抓不住机会，甚至还把失败怪罪在别人的身上。徐静肉眼可见的有些恼怒，转头瞪着程轩：胡说八道什么？还快不走！临走前，我听见程轩狡辩说，刚刚是因为太紧张，一时失了分寸。本以为徐静会怪他丢了合作，却不料徐静只说了几句就原谅了，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。我也没什么好说的，我站在郝世凯的身边，潇洒离去。还有很多项目没谈，我不会在这2人身上继续停留目光，因为不值得。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花万已经走了下坡路，之前的合作商也选择了我的新开的公司，没有考虑徐静和程轩。之前一直骂我软饭男的人都不敢开口，因为事情已经明了，我并不是他们口中的废物，更不是软饭男。可徐静却不死心，听从程轩的意见，斥巨资请明星代言产品。开售初期，产品大爆，甚至有些粉丝为了冲销量，一个人买了几百份。徐静一下子赚了不少钱，沾沾自喜地给我发来信息：就算没了你，我也能赚到钱，别以为离了你地球就不会赚了。面对他的挑衅，我只是一笑而过。明星效应的确短时期内能带来一大笔收益，但徐静不精进产品，反而追求眼前的利益，最多2个月，销量就会断崖式滑轨。他要是聪明，就应该立马整改工厂，更改产品配方，提高销量的同时提高质量。可他没有，反而迷恋上了炒作，突然在网上开了一个社交账号，开始公开自己和奶狗下属的甜蜜日常。不少网友纷纷留言：
女霸总和帅气奶狗的爱情也太好磕了吧！我乐个豆，这姐的生活就是我的梦啊！有钱有颜有帅哥，这波操作又带了一波货，小赚一笔。徐静更加觉得自己的选择没错，愈发钟情于炒作。我却不骄不躁地打磨方案，亲自检测产品，试用后才发布上市。为了打压我，徐静直接在我新产品上线当天公布了和奶狗下属的婚讯，全网一片热议。本以为是炒作，没想到是真爱。磕到真的了。事情到这一步，我只能说他干得有些不厚道，但我低估了某些人的脸皮。网上突然有了一个匿名爆料，里面绘声绘色地描述了我和徐静的过往，却是把我塑造成一个只知道傍富婆的凤凰男，还说我出轨成性，伤害了一个痴心的女人，而程轩就是拯救徐静的人。事情的最后，就是我卷走了徐静的钱，还自立门户开了新公司。徐静的社交账号手滑点赞了这条爆料，直接顶上热搜。无数人来到公司官网留下恶评，纷纷诅咒我破产。还有许多所谓的正义人士故意下单后仅退款，还说产品引起过敏毁容的各种不实言论。公司的股价一跌再跌，被狠狠影响。郝世凯想帮我澄清，我却制止了。复仇这种事当然要自己做才更爽。徐静想打压我，但我也不是好惹的。网上风评最盛的时候，也正是徐静和程轩婚礼直播的当天，我直接开播，放出法院的仲裁文件，上面清晰地记载着我多年的工资都在徐静的名下。他说我只是为了钱接近他，那我为什么要把全部资金放在他的名下？银行卡的流水也清清楚楚地写着，我每个月只有2000块的开销，现在就连读书的学生也不止2000元开销。可我和他谈了多年恋爱，一直都是每个月2000，每年上百万的工资都打到了他的卡里。谁家捞男累死累活，只为了每个月2000块。接着我还放出了这些年为花万工资谈下的各种业务证明。他说我是个不学无术的草包，可一个草包是怎么拿下这么多合作的？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徐静喜欢利用网络舆论，那我也不介意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直播间人数越来越多，几百万人涌了进来。起初还有些人质疑，可我提供的文件全都有官方的印章，他们都可以直接去查。婚礼现场，徐静和程轩正在接受所有人的祝福，直到小助理慌张地闯入现场，徐静才着急地拿出手机。我知道他必然是在看我的直播，于是我对着镜头冷漠开口：9年恋爱，我真没想到你会做出这种事情。出轨的人是你，卸磨杀驴要开除我的人也是你，可你却把这些锅都推到了我的身上。我真是爱错了人。一滴清泪划过眼角，镜头突然被掐断。演得真不错，郝世凯给我点了赞。我笑着擦去眼泪。徐静不是爱演戏吧？不是说自己被渣男辜负了吗？那我就把这些罪名都还给他。郝世凯啧啧两声，没想到你爱上的居然是这样的女人，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你眼瞎。我扯开嘴角，淡淡一笑，以前的确是眼瞎了，所以我要把眼睛找回来。其实我对徐静还算是留了点情面，否则我当时应该直接和他打官司，要求返还本属于我的公司股份，和现在也不迟。因为我知道程轩并不是真的爱徐静，婚礼当天被爆出的黑料直接让徐静营销了大半年的人设彻底崩塌。之前请的明星宁愿赔偿违约金
也要解除合同。先前被利用的网友和粉丝纷纷冲入花万的社交账号，把之前对我做过的一切全都还了回去。徐静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，询问如何才能和解。我却不慌不忙地把手机关机，静静地看着摄像头前一脸悔恨的程轩。我是被骗的。徐静说她早就和林不凡分手了，我以为我们是正常恋爱，没想到居然被小三了。我年纪小，很多东西不太懂，我无意伤害林不凡，在此我真诚地和他道歉。他公然发表这些言论，当然不是为了道歉，而是为了接下来更好的打官司。是的，他的目的一直都是徐静的钱，现在闹出这种事情，他刚好能以此为借口要求离婚，分走徐静的一半身家。据我所知，徐静为了表忠心，并没有立婚前协议。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就算花万现在快不行了，一般的股份也能卖出几千万，这可是程轩这个穷小子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。门被砰砰砰的敲响，我不慌不忙地打开门，是徐静。她一脸憔悴地站在门外，脸妆都没化。一见到我，她眼圈骤然一红。对不起，是我伤害了你。我直接抬手挡住她，打住，苦肉计对我没有用。徐静面色一僵，擦去眼泪，坐在我的面前。程轩要分走我一半的财产，我没办法证明那些都是我的婚前财产。我知道你肯定有。我呵呵一笑，我凭什么帮助你？徐静咬牙道，属于你的那一半，我还给你。成交。有了我的插手，这场官司直接变成了3个人的战争。我要求归还本属于我的股份，还拿出了许多一起打拼的证据，包括程轩骗婚的黑料。程轩一直对外宣称是海归高材生，实际上他就是个本科都没毕业的混混，靠着一副皮囊和各种假的证书骗过了许多人。这年头骗婚的人很多，法官也不是傻子。几番调查后，官司自然是徐静赢了，但徐静赢了就代表着他手中股份是和我一起所有。我也成功拿走了一半，拿到手的第一时间我就抛售了，现在不卖掉，日后只会更便宜。徐静丢了一半股份，也就不是公司最大的掌权人，直接被踢下了台，只能拿死工资和分红。但他不满足于此，居然也学我把股份全都抛售，妄图拿着钱东山再起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介意做个局，毕竟他的一切本就是我给的。程轩打输了官司，还被揭穿了这面目，一夜之间从被骗的无辜者变成了处心积虑的心机渣男，被众网友怒喷，就连家门都不敢出。徐静人心不足蛇吞象，被眼前的收益刺激得红了眼，直接把全部身价投入了进去。结局自然是血本无归，他失去一切，被赶出别墅，就连首饰包包也被抵押。我和郝世凯乘坐豪车去打高尔夫的时候，徐静疯疯癫癫地冲出来拦在车前，他使劲地扒着车窗，不凡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，我知道你还爱着我，我愿意和你复合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我降下车窗，冷然道，若不是在街头流浪了几个月，你也想不起我的好吧？像他这种人，只有失去一切才会想起我对他的付出。徐静疯狂摇头，不是的，其实我早就后悔了，我只是好面子，一直没去找你，求你原谅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冷嗤一声，不好意思，没兴趣回收垃圾。郝世凯直接让司机开走，徐静只能在后面疯狂地追车呐喊，但我再也不会为他停留。
因为他不配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